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了 C 加偏偏，今天说一说《战狼2》。好吧，第2部还没上映呢，我上哪看去啊？今天说的是《战狼》的第1部，故事的男主角小白是特种部队的狙击手，参与了一次抓捕毒贩的行动。毒贩的老大光头强正对着毒品玩自拍呢，就被特种部队和缉毒警方冲进来团灭了。光头强灵机一动，躲在了墙后面，挟持了自己的小弟当人质，还要求警方提供一辆车用来逃跑。我干脆给你架火箭送你上天得了。咱们的狙击手小白可不吃这套，对着墙连开3枪，直接爆了光头强的光头。但是小白不但没有受到表扬，反而因为不听话被关了禁闭。这个光头强还有个哥哥叫秃头强，光头强死之前不是在自拍，而是和他哥视频通话，最后手机掉在地上，刚好摄像头拍到了光头强被杀的画面。没错，就是这么巧。秃头强正在家里练着庞中华硬笔书法，突然冲进来一大帮外国警察，就给这货包围了。但是秃头强毕竟比光头强多长了几根毛，早就安排了外国雇佣军前来营救自己。狙击手、火箭弹、加特林该用的全用上了，就好比你们5个人在河道围堵一个残血达奇拉，谁知道他反手一个2技能把你们全部晕住了，然后草丛里冲出来4条壮汉，一人一个大招就给你们团灭了。秃头强在枪林弹雨中悠闲的抽着雪茄，也不知道是真淡定还是已经吓得尿了裤子不会动弹。之后就开始了一段文戏，战狼中队的女队长来到禁闭室调戏小白，一个劲儿的给小白灌酒。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。你一个女上司这么直白的撩下属不好吧？小白酒后吐真言，让观众们了解到了小白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，在一次围师打援中亲手打死了自己的战友，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。围师打援的意思就是用遗体和伤员为诱饵，打击前来营救的友军，经常出现为了抢夺一具尸体反而多送几条人命的情况。女队长发现小白也是个有故事的男同学，再加上酒量是真不错，所以就把他收编进了战狼中队。同志们，小白加入了战狼，那不就是白狼王吗？必然是主角光环加身，一个人打一片啊！后来战狼和小白原部队进行的军事演习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战无不胜的战狼中队副队长突然智商掉线，不听小白的劝告，踏入了敌军的陷阱，结果几乎团灭，只逃出了2个人。而有勇有谋的小白带着2个小弟，用狙击枪击中了伪装成火头兵的前领导，给战狼中队长了一回脸。然后5个人集合玩了一场真狼版的狼人杀。这群狼也是够倒霉的，对面没平民，没女巫，没预言家，个个都是猎人，而且天黑不闭眼，直接就开始放枪了。紧接着又上演了一个照片杀的套路，一个战友给小白看他闺女的照片，还说什么打仗哪有在家陪老婆孩子好，立了这种 flag， 果然不到5分钟就挂了。杀他的是秃头强派来的雇佣军，于是我军的军事演习转为了实战。秃头强也是心大，给弟弟报仇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挑人家一个师的部队搞演习的时候来，你这不是毛孔里打手电找屎吗？但是为了衬托小白个人的强大，就必须先突出敌方的强大，而为了衬托敌方的强大，又不得不先突出我方友军的不够强大，所以我方部队智商再次掉线，各种中埋伏，各种被炸。副队长又一次甘当绿叶，中枪以后上演围师打援，还好我们的小白有主角光环附体，带着兄弟们对准1棵树就是一顿乱射，形成了人工的烟雾弹，然后打倒树干做掩体，成功救回了副队长。但是如何解决对面的狙击手呢？传统狙击手的反应时间是2.5秒，所以小白每过2.5秒就进行一次闪避动作，一直冲到了狙击手面前。像这种没有位移技能的射手最怕被刺客贴脸了，所以小白顺利拿到了我方的1血。ADC 一死，敌军心态爆炸，溃不成军，相继送了人头，只剩下了雇佣军的队长，代号叫老猫。就你这个代号，你能赢就见了鬼了。人家一群狼连老虎都不怕，还会怕你这只猫吗？更何况咱们的白狼王小白还是个人民币玩家，中枪了没事，踩了地雷还是没事，抄起冲锋枪就和老猫对射，冲锋枪没子弹了就打手枪，手枪没子弹了就换上刀子近身肉搏，然后就开始了所有动作片的必经套路。主角被反派打倒在地，但是反派就是不杀主角，而是一个劲儿的嘴炮。You wanted to die for your country? I got news for you, bucko. Doesn't make a difference. You know what I fight for? Money, money. 最后死于话多被主角反杀，好多人问为什么看见5星红旗就能反杀，其实小白在这里拿了一个强烈的红 buff。而秃头强不在家练书法，居然也跑到了我国境内，伪装成了医疗人员，要偷什么病毒血清。小白因为当时杀光头强的时候见过这个人质，所以察觉到有埋伏。等等，这个人质当时没有被我军抓起来吗？不管了，反正故事的结局是小白亲手抓住了秃头强，再次拿了本场的 MVP。总的来说，《战狼》确实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军事题材电影，填补了此类国产类型片的空白，说明了观众对这种主旋律硬汉电影还是非常认可的。而在本月的28号，就是明天啊，由《战狼》原班人马打造的正统续作《战狼2》正式公映，依然由吴京自导自演，保证原汁原味的同时，特效、打斗场面等各方面都有所升级。比如第1部除了开头大部分时间都是丛林战，第2部则加入了巷战甚至海战。第1部里坦克只是用来吓唬新兵的，在最后决战的时候就没影了。而第2部实打实的玩起了坦克版的速度与激情，演员方面加入了新战友达康书记吴刚，因此片片预测剧情不再是吴京的个人表演，很可能加入老少搭档的双雄元素，吴京加吴刚2匹狼的组合，不就是金刚狼吗？另外新加入的演员还有张翰，在预告片里枪指吴京霸气侧漏，你他妈怎么救我们啊？大哥你是被人家救，这么横不太好吧？据说他扮演的是非洲一家华资工厂的少东家，看来为了达康书记的 GDP， 堂主的鱼塘都已经走出国门开辟国际市场了。你没有听错，第2部战场不是在国境线上了，而是来到了非洲大陆。吴京饰演的男主角被踢出战狼中队，甚至被开除军籍，偏偏他很可能又是障眼法，实际上是被派到非洲执行秘密任务，解救当地的中国同胞和难民，正应了第1部那句经典台词：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。敬礼。喜欢看片片说大片的朋友，欢迎关注小片片说大片，并把它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。感谢各位的捧场，拜了个拜。